大家好，在上一次的影片，我们已经在 VS Code 里面设置了 AutoHotkey++， 让它能够分别透过.ahk 这一个档案来关联到 AutoHotkey 的 V1， 然后.ahk2 这一个副档名是直接关联到 V2 版本。但是虽然我们在 VS Code 里面已经能够分别辨识出.ahk 跟.ahk2这两个档案，但是 Windows 系统它却不晓得有.ahk2这一个副档名。我们可以直接使用 ASSOC 跟 Ftype 这两个命令来分别查看档案关联的状态。首先在 Windows 还没有做设定之前，可以使用 ASSOC.ahk 这个指令来查出.ahk 它的档案类型是 AutoHotkey Script， 再用 Ftype 来查询出这一个档案类型它的启动命令。所以使用 Ftype， 然后后面就是输入 AutoHotkey Script， 它就会显示出它的启动命令，它是使用了 AutoHotkeyUX.exe， 然后再执行 Launcher.hk， 这个 Launcher.hk 就被称作是 AutoHotkey Launcher， 它会自动去辨别你现在要开启的 .hk 的档案到底是 V1 的版本或是 V2 的版本。我们今天就透过 ASSOC 跟 Ftype 这两个指令，自己在 Windows 里面来设定好我们自己需要的档案关联，这样子就不必透过这个 Launcher.exe 了，而是让它直接执行 V1 的 U64.exe 跟 V2 的 64.exe， 这样子就可以摆脱 Launcher.hk 的判断了。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新的 Windows 的档案关联到底要怎么来设定。在命令行使用 ASSOC 跟 Ftype 很轻松的就能够设定出我们需要的档案关联了。我们可以直接来看一下它执行的方法。首先先使用 ASSOC， 然后.ahk 等于你的一个新的档案类型。现在在这边就新加了一个档案类型，叫做 AutoHotkey Script V1。我们在 AutoHotkey Script 后面新增了 V1这两个文字来当做一个新的档案类型。接着我们再用 Ftype 后面再直接指定 AutoHotkey Script V1， 接着用等号来指定它的启动命令。那也就是我们直接指定了 AutoHotkey Script V1， 它的启动的命令呢是 V1.1.37.01 里面的 AutoHotkey U64.exe， 后面这个就是传进来的参数。透过这样子的设定，就可以直接把.ahk 这一个档案类型，也就是上面的这个.ahk 这一个副档名，它将来的启动程式呢，就是 V1.1.37.01 里面的 AutoHotkey U64.exe， 不必再透过 Launcher.hk 来辨别了。相同，我们就是用 ASSOC 设定好另外一个新的档案类型，叫做 AutoHotkey Script V2， 它的副档名是.hk2， 接着再用 Ftype 来指定 AutoHotkey Script V2， 它的启动命令是 V2 里面的 AutoHotkey 64.exe， 后面一样是来接它传进来的参数。只要透过了这两组 ASSOC 跟 Ftype 的设定以后，将来在 Windows 里面，只要你的副档名是.ahk 的，它自动就用 1.1.37.01 里面的 AutoHotkey U64.exe 来执行。副档名是.hk2 的，它就直接用 V2 里面的 AutoHotkey 64.exe 来执行。那这样子就分别设定了两个新的执行环境了。接着就可以在设定的画面里面用应用程式再找到依档案类型选择预设值，就可以看到.hk 它目前执行的是 AutoHotkey Unicode 64bit，hk2 是 AutoHotkey 64bit， 上面这个就是 1.1.37.01 里面的 AutoHotkey U64， 下面这个是 V2 里面的 AutoHotkey 64.exe。 那透过这样子的设定以后，就可以很简单的设定好.hk 跟.hk2分别执行的命令了。但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并没有去设置.ahk1， 因此如果在设定里面来查询.ahk1 的话，它是找不到对应的程式的，它就会出现找不到这一个档案类型。可以用 ASSOC :ahk1 来看一下，它是找不到这一个。但是我们如果找这个 ahk2， 因为我的环境里面已经下过这个设定的指令了，指定到 AutoHotkey Script V2， 可以用 Ftype 来看一下它的启动程式是什么。它就是去执行 V2 里面的这一个执行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里面呢来做一下测试。
现在这一个是点 HK2 的，它应该要用 V2 的版本来执行。我们看到它已经正确的执行了，它目前就是空的内容。假设我输入 exec v2 这样子的内容，把它储存起来，再回到 DOS 下面来执行，它确实就已经正确的执行了。可以来执行一下 test02-3.ahk， 因为刚刚已经把它设定成它是要使用 v1.1.37.01 来执行，它会发现说它的第一行有发生错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档案好了，这边因为这个.ahk 我们先前把它写成了它是需要 v2.0 的，但是因为现在这一个.ahk 它是关联到 v1， 它并不认识这个 requires 这个指令，所以它就不认识这个指令，我们把它删掉，按储存，接着再重新执行一遍。你会发现它连双引号都一起显示出来了。V1 的这个 MSG box 它是原样输出的，所以它会连这一个双引号都一起输出。但是在 V2 的版本里面，它这个双引号是不会输出的，应该是这个双引号是不会输出的，在 V2 的版本。透过今天介绍的直接使用 Windows 的 ASSOC 跟 F-Type 就可以自己来建立需要的档案关联、副档名不同的执行的档案了。这个就是在针对.ahk 跟.ahk2 在做的一个补充。今天就介绍到这边。如果你觉得我介绍的知识对于你在学习 AutoHotkey 上有帮助的话，请各位记得订阅、按赞、分享，谢谢各位。